用点心，做点心，自己动手最开心。欢迎收看今天用点心，做点心，我是主持人尾鱼。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过非常多集的低糖点心，然后就发现，其实你用好的食材，然后用一些健康的这些甜味的一些这个食材的来源啊，就算糖量少一些些，你也可以去很轻松的去享受这一些甜点，然后让身体无负担，甚至让你的血糖值不要这样高高低低的，然后起起伏伏的，去让你的这个身体有一些吃了甜食的这种 sugar high 的一个这个感觉。那当然啦，怎么样可以去做出这些美味，然后又让你的身体吃了很开心的一个低糖甜点呢？今天我们这位低糖甜点达人就再度要来教教大家哦，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郭景珊老师。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一道啊，如果不说的话，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哈什么，原来这一道竟然是低糖甜点吗？对，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轻乳酪。那它的口感呢，我觉得它也不输面粉版的那种轻盈蛋糕的口感了，那也蛮受大家欢迎的。其实，在低糖饮食里面，乳酪跟油脂是不是比较可以不用去在意它的量？对对，因为在低糖饮食里面，你已经没有去摄取那些淀粉了，所以在这些优质的油脂、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取量呢，就可以比较不用那么的去限制。但是啊，今天景珊老师要教我们做的是轻乳酪，对不对？对，虽然没有粉类，可是我们还是要做到一个打发的动作。是，对，就是一个分蛋的打法哦。所以呢，今天把这个技巧学起来，你就可以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低糖版的轻乳酪蛋糕哦。赶快来看一下我们所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咯。轻乳酪蛋糕的材料有蛋黄糊的部分，杏仁粉25克，椰子细粉10克，蛋黄2颗，奶油乳酪100克，鲜奶油100克，无盐奶油20克，赤藻糖醇20克。打发蛋白的材料有蛋白2颗，赤藻糖醇40克，柠檬汁2颗。好，所以我们看到材料的部分，我们大致就是分成蛋白的部分跟蛋黄的部分。对，虽然没有面粉，但是我们用了杏仁粉来去取代它。对，杏仁粉跟椰子细粉，那我们事先已经有把它混在一起了。好，但是先要来处理的就是蛋黄糊的部分咯。是，那我们蛋黄糊的部分呢，我们先把所有你看得到的液态的，还有这种这个叫做不是半液态，叫半固态，对，先把它混在一起。好，那我们准备一个搅拌盆。好，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奶油乳酪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要先事先让它软化。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加热的过程。那加热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隔水加热，那也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那加热到什么程度呢？加热到你看现在刮刀这样轻轻压。就可以软化，对，它就是软化。那甚至于你手这样子隔着玻璃碗摸呢，它是有一点温度的。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我们准备好的盆子里面了。好，所以是软化的 cream cheese。对，然后呢，再来加入我们的鲜奶油一起加进去。这个组合看起来，就算没有粉也一定好吃啊。对，其实它的这个都是非常真材实料的，尤其是奶油乳酪的部分，其实也有分很多种品牌哦。那可以依照你喜欢的品牌来做准备。那这个是我们奶油的部分。那看到奶油，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事先加热了，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点像液态状态的一个奶油。那也可以透过我们奶油乳酪的温度来让它更软一点。好，那现在全部都倒下去。还有这个糖。对，糖在这个时候，糖的部分呢，我们有分，在蛋黄糊里面，还有蛋白霜里面的。那我们分2个部分。那首先呢，我们先把蛋黄糊里面的糖倒进来。这边特别提到，我们的糖是低糖甜点，用的是赤藻糖醇。对，我们一律都是只用赤藻糖醇。那赤藻糖醇呢，就是它吃进去身体里面以后呢，不会造成你身体负担的，因为它不参与一个代谢的过程，它由尿液排出去，所以不会影响到你的血糖。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用这个我们的调理棒，先把奶油、乳酪跟鲜奶油先把它打散。可以在蛋布还不加的状态下，我们就先去搅。对。然后其实它像这样就是已经有点半滑顺的状况，那你看到颗粒就是那个糖的颗粒，对。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先再把那个蛋黄倒下来，蛋黄，对，好，蛋黄今天大概是2颗，对，我们准备2颗蛋黄。那这时候呢，一样继续持续用我们调理棒打，然后打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旁边的都刮下来。其实有些人会用双头打蛋器打，但是双头打蛋器就是它当然它会把这个打蓬，打出了有一点蓬度之外呢，但是它就是没有办法到完全没有颗粒。对，所以一般我都会直接用这个均值机。好，对。好，然后这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它依然还是有一些颗粒存在哦。那你可以再透过隔水加热的方式，因为它有时候是那个你的温度的关系，对奶油，对它可能不是那么的软化或是液态，那你可以透过隔水加热，然后再持续搅拌，让它呈现一个是属于滑顺的状态就可以喽。好，所以这个大致上是蛋黄糊的部分哦，你就是让它呈现滑顺的状态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接下来啊，其实景珊老师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轻乳酪啊，其实你在烤的部分，还有你的模型的部分，其实要先做一个处理。对，像我们准备的呢，就是这个6寸的一个轻乳酪蛋糕。这个模具哈，那我们在铺这个，今天是用一个比较特别的铺法，一般都只是底部垫一个圆形的，然后外面周围再加上这个嘛，这个。那今天呢比较特别是我们在模具的周围其实都已经有刷上融化的奶油了。对，刷上融化的奶油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烤培纸它可以完全的去粘附在你的周围，让它不要翘起来。那刚刚有说到，我这边还有看到有两条这个铝箔纸，那铝箔纸的功用在哪里？铝箔纸的功用是我们可以先把它铺在底部。今天撕的这个铝箔纸还有点不够长哦，其实你可以撕长一点。那它的功用是在哪里？在你烤完蛋糕之后，因为有的蛋糕是需要倒扣的，但是我们今天这款蛋糕其实它是不用倒扣的，它可以你直接拿出来平放在你的制量架上面。那但是那个时候会很烫，所以你可以提着这两边。对，你就这样提着，它就可以让你提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自制的那个取出架的感觉。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你把你的模型准备好，对，然后把我们这个圆形的纸铺在底部，底膜。好，然后再铺上我们周边的圆周的部分。好，这个是你模型先准备的一个部分。对，我们先准备好这个样子，外面也先刷上了我们的油纸。对，然后你的模型大致上就准备完成喽，像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放在你的烤盘里面。好，另外我们今天啊烤的部分啊也不太一样，我们是要用水浴法。对，我们必须要放一点点的水在你的烤箱里面，那透过一个蒸汽的一个概念，那蛋糕持续的加热又不会有过干的状况，因为轻乳酪其实它要烤的时间还蛮长的。那如果你从头到尾你没有加水浴法的话，它可能会造成表面甚至底部熟了，但是中间还是没有熟透。那所以我们今天烤的方式呢，我们就用水浴法。那水浴法呢，你必须在准备一个生烤盘。那生烤盘呢，加入大概1公分厚的一个热水，对，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加水，那进到烤箱里面，直接整个做预热的动作也是可以。那前提是你蛋糕要进炉之前温度一定要够。好，所以我们现在先进行烤箱预热的温度，大概要设定在多少？轻乳酪的话可以设定在160就可以了。160，好，但是我们的蛋糕其实还没有
还没有完成哦，待会回来我们还要进行打蛋白的一个动作，但是先提醒大家，烤箱预热是希望你的蛋糕在进炉之前已经先预热完成了，所以持续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又点心最点心咯。现在呢，我们要持续来完成轻乳酪蛋糕的低糖版的步骤咯。这边就要开始进行蛋白。对，好，这边我们要打蛋白了。对，那用的是赤藻糖醇，跟一般我们正常砂糖版的有不一样的步骤吗？其实步骤程序都差不多，那打发的硬度也都差不多。好，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了。好，那我们就先把2颗蛋白倒到我们的盆子里面。那对，要记得哦，盆子的话呢，就是都不要有任何的水跟油。对，好，那我们先打。那一样就是我们的柠檬汁可以先加进去。对，加进去之后持续的打。然后呢，我们的糖呢就分3次加入。所以赤藻糖醇它让蛋白稳定的效果跟一般的砂糖是差不多的吗？对，是一样的。然后，所以它打起来其实跟一般的那个打发的状况是差不多的，不会差太远。那我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先把它举起来，因为我们今天只有打2颗蛋白，量比较少，所以我们尽量把它集中打，这样比较好打。现在是打到那个出泡泡的状态。对，然后接下来再加上第2次的糖。那可以看到它现在这样子已经慢慢的越来越成型了。那我们把剩下的糖全部都倒进来。泡泡有越来越细致，对，它会越来越细致。那我们希望它是可以达到像丝绸般的光滑，而且要立起来的一个状态。打到它可以完全不流动的状态就好了。所以真的有成功哎，有没有？有哦。好，那持续提醒大家，这边如果刚刚上一段我们在做蛋黄糊的时候，烤箱还没预热的话，赶快先记得我们刚刚设定的烤箱温度大概是上下火都是160度，对，就可以先进行烤箱预热的动作。那所以我们今天做出来其实是大概一个6寸的量，对，6寸蛋糕的一个量。那如果说你家里小朋友比较多，或者是你是想要带出门，像夏天要野餐啦，你就可以以这个量来去抓。对，其实6寸的量，我觉得还蛮适合，切成6块或8块都可以。对啊，就是小家庭的感觉。我们现在蛋白霜打好之后呢，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蛋黄糊拿过来，好，然后呢，我们加入粉材。粉材呢，就是混合好之后直接倒下去就可以了，就是杏仁粉跟椰子细粉。对，那我们这边就快速的把它拌匀。好，那这样子拌匀了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要拌蛋白霜进去的时候了。那蛋白霜呢，我们一般都会先用出一点点到蛋黄糊里面去做一个搅拌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呢，也是防止之后下一步动作，会造成蛋白消泡。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把刚刚这个蛋白，我们挖一部分，大概像这样子的量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只有打2颗蛋，那2颗蛋的分量呢不会太多，大约是1勺，对，1勺的量。然后你就是用这样子切半，对，切半。我习惯转盆子，我们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对，一边转。对，这样子绕的一个过程。好，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用转盆子的方式。老师，我是不是转错边了？我转我的这一边，就老师转360度都可以。好，那大概这样，你看到其实它有一点蓬度。对。那这时候呢，你就把它全部倒到我们的蛋白霜里面。好。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这个动作一样，我们
们就从中间这样切下去，切一半，掀起来，就是这样切半的方式去拌它。哦，对，切了然后捞起来，切了捞起来。对，这个动作也是需要练习的。有些人刚开始抓不到这个技巧，然后就导致他的蛋糕可能就是会有消泡的一个状况。那消泡了没有关系，因为这些食材其实都还蛮珍贵的，你一样去烤出来，它只是不会那么蓬松，就是比较扎实，也许会像那种重乳酪，对，像重乳酪。哎，鮪鱼很有经验哦，轻乳酪就一瞬间变重，比较没那么轻的轻乳酪蛋糕。对，那可以看到，其实一份打得比较完整的蛋白就会像这样。其实不管你怎么拌它，它都不会是消泡的状况。对，好，那我们现在拌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入到我们的刚刚已经铺好了我们的，而且你看哦，我们有先做好小鸡冠哦，这个铝箔纸在这边。好，那我们就倒进来。那外面这一层烤培纸呢，会铺比较高，是因为在烤的过程当中，这颗蛋糕是会长高的。哦，对，所以不能切齐哦，不行哦，因为以这份食谱来说，如果你切齐下去的话，它可能会流口水出来，就溢出来了。对，它可能就会溢出来哦，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烤培纸外层的那个烤培纸呢，是比较高一点点的。可是好，因为它比较高啦，所以我把它尽量放低一点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看得到吗？它其实只有到我们模型的中间一半左右哦，因为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纸是让它高出来，高于我们的模型，就是为了要让它有那个长高的空间。好，需要敲它吗？可以震个2下，但不用太用力，就大概这样轻轻拿起来，然后这样子震个2下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加入我们的热水，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要用水浴法。那水浴法呢，就是在生烤盘里面加入热水。好，要加这样够吗？可以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对，大概就是烤盘里面你已经看不到任何空隙了，就是都是水的状况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烤盘拿进去。那这时候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你这边加的是热水，所以戴手套拿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个是烫的。那我们刚刚说用水浴法180度，然后我们要烤多久呢？180度烤15分钟。对，好，然后之后呢就可以降低温度，120度烤40分钟。哦，好，所以要先烤15分钟的原本设定的温度。对，好，那我们待会呢就来看看我们今天做的低糖版的轻乳酪成果如何咯。休息一下，稍后持续回到又点心最点心。我们的轻乳酪蛋糕哦，刚刚烤的其实当然是还没有完成啦。可是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其实烤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把它像刚刚那个景珊老师做的小鸡冠提出来，然后放在放凉架上面。放凉了之后，记得夏天的乳酪蛋糕就是要冰凉凉的，对，没有错。然后冰凉了之后啊，你其实可以要切出漂亮的蛋糕，有一个诀窍，你用热热的刀，然后把它切，它就会有很漂亮的断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它断面的组织。你看打发后的乳酪蛋糕，它就会有很漂亮的气孔。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用打发的蛋白之后做出来，它就会很漂亮的、很细致的一个像是海绵蛋糕的感觉，对不对？可是我们并没有加面粉哦，没有。对，所以它还是可以撑得起来，没有错。对，透过一个分蛋打发的技巧，它一样可以撑起一个蛋糕的剖面，有气孔的感觉。哇，好成功哦！好，待会我们要来吃吃看哦。不过在这之前，我们今天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还有做法提醒呢？一起来做个总复习喽。轻乳酪蛋糕的材料有蛋黄糊的部分，杏仁粉25克，椰子细粉10克，蛋黄2颗，奶油乳酪100克，鲜奶油100克，无盐奶油20克，赤藻糖醇20克。打发蛋白的材料有蛋白2颗，赤藻糖醇40克，柠檬汁2颗。做法的部分，将奶油乳酪、鲜奶油、奶油和赤藻糖醇用打蛋器打成乳霜状，再将蛋黄分次加入，继续搅打至乳霜状。将杏仁粉、椰子细粉全部过筛后，
倒入蛋黄糊中，搅拌均匀备用。取另一个缸盆，加入蛋白和柠檬汁，并将赤藻糖醇分次加入，以电动打蛋器打至硬性发泡之后，再取1/3的蛋白霜倒入蛋黄糊内，以切拌的方式拌匀。将所有剩下的蛋白霜倒入蛋黄糊中，继续搅拌均匀成乳酪糊。做好的乳酪糊倒入圆形模里，放入烤箱，以水浴法蒸烤的方式，上下火180度烤15分钟，直到表面上色，再以上下火120的温度烤约40分钟后，取出放凉即完成。好，刚刚我们是用看的去感觉它的轻柔度哦，接下来我要先用叉子感觉一下。哦，好像很湿润的感觉哟。哇，擦开来瞬间有一个对，像那个在撕海绵有没有的感觉？吃看看吧。哦，有乳酪香。首先冰冰凉凉的很舒服，然后你抿开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口感啊，还是因为我们用的是杏仁粉，对，它其实真的还是有比面粉稍微来的扎实一点点，对。可是因为靠那个蛋白打发，所以轻柔度是有带出来，然后它有那个蓬松像蛋糕的感觉。然后甜度是有的耶，是没有错，因为我们还是有加入赤藻糖醇，所以你一点都没有觉得因为它低糖版，然后有觉得说哦，好像牺牲了你吃甜点想要得到的那个甜味的感觉。是的，对，可是乳酪的那个味道啊，我觉得不要手软，cream cheese 真的超好吃，然后再加上鲜奶油、奶油，去让那个油脂充分的去带出来它的一个就是享受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这样的轻乳酪蛋糕，就算是低糖，也非常适合所有想要享受这样子的一个夏日低糖轻乳酪的人啊，动手试试看喽。今天谢谢景珊老师，谢谢尾鱼。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